上一世，全球极端天气频发，高温末世，城市断水断电，秩序崩塌。我和男友被困在顶层公寓，最终因为一瓶水，他将我推下了高楼。闺女啊，爸把咱家老宅的地下室挖空了，囤了100箱矿泉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？电话那头是我那爱瞎折腾的爸张伟，而我正坐在米其林餐厅里，优雅的切着牛排。上一世我嫌他丢人，骂他脑子不清醒，有钱不知道享受。可3天后，高温末世，男友因为一瓶水便将我推下高楼，而我爸靠着囤积的物资活到了降温的那一天。重活一世，我扔下刀，又躲到无人角落，对着电话大喊：爸，什么吃的都使劲买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把门焊死，谁来也别开。电话那头，我爸还在絮絮叨叨。超市的午餐肉罐头打折，买了50箱，压缩饼干也弄了20箱。对了，你爱吃的螺蛳粉我也给你囤了好多好多。我握着方向盘，眼泪毫无征兆的往下掉。上一世，我不耐烦的挂了电话。爸，你能不能别天天就知道囤东西？我们家不缺钱，你有那闲工夫，不如出国旅游。电话那头的父亲沉默了许久，只说了一句：好。爸爸知道了，就再没给我打过电话。直到末世降临，我被困在顶层公寓，手机早就没了信号，而此时他正在那个被我唾弃的老鼠洞里，抱着我的照片，一天一天的熬着，直到救援队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，身边是堆积如山的螺蛳粉，而我被爱了3年的男友林峰亲手从30楼推了下去。我看见他拿到水后，贪婪而丑陋的嘴脸。早点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，我们不就都能活下来了吗？原来他早就知道我爸在囤物资，这些天不过是为了套出我家的地址。我还以为找到了真爱，不惜跟最爱我的爸爸决裂。重来一世，我不会再犯傻了。爸，都买，还有发电机、太阳能发电设备、汽油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菜刀、斧头、消防斧，把家里的窗户全部用钢板封起来。我一口气说完，电话那头，我爸沉默了，我心里一紧。生怕我疯狂的言论吓到他，谁知电话里传来我爸兴奋到变调的声音：闺女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是我张伟的种，有远见，你说的这些爸早就准备了，地下室分门别类放着呢，就等你回来检阅。我破涕为笑，是啊，这才是我的老爸，一个永远无条件相信我、支持我的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。爸，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挂了电话，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无视了身后一片鸣笛声。优雅的名媛生活，谁爱过谁过。这一世，我只要我们父女俩一起活到最后。我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飞速下单。上一世末世来临后，最先崩溃的是物流系统，我必须在仅剩的3天里把能买的东西全部买到。净水片、复合维生素、军用多功能工兵铲、防割手套、登山绳，只要是我能想到的，无论多贵，无论多少，立即下单。付款地址全部写成我曾避之不及的老宅。上一世，银行卡里的几百万存款在末世变成了无用的数字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他们全部变成活下去的物资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林峰发来的微信：淼淼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淼淼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我订了你最爱的那家日料。看着这个熟悉的名字，我一阵恶心，毫不犹豫地将他拉黑删除。可没过几分钟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。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是不是谁惹你不开心了？林峰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，可现在听来只觉得虚伪恶心。林峰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平静地说。分手？别开玩笑，淼淼，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没开玩笑。我冷冷地说道。我腻了，不想再看见你。张淼，你什么意思？林峰的声音瞬间变了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我嗤笑一声。哼，你不会真以为我爱你吧？不过是看你长得还行，带出去有面子罢了。我直接挂了电话并拉黑。4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回到了位于城郊的老宅。远远的，我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看到我的车，他立刻迎了上来。闺女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跳下车，快步走到他身边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熟悉的身影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回来就好，我爸拍着我的背，快跟我去地下室看看，爸给你准备的惊喜。推开厚重的铁门，一股混合着泥土和干燥剂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爸按亮墙上的开关，一排排白炽灯依次亮起。原本阴暗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仓储空间。左手边的货架码放着矿泉水，怕是真有上百箱。右手边则是食物区，午餐肉、压缩饼干、自热米饭、方便面，最里面还有一个用防火材料隔开的小房间。我爸自豪地指着那里，发电机、汽油、柴油，还有太阳能电池板都在里面。另一边是药品和工具，早就备齐了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震撼的说不出话来。上一世我嫌弃老爸囤货，从未关注这些，如今才知道我爸为了这个避难所付出了多少心血。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末日堡垒。爸，你太厉害了！我由衷的赞叹。
我爸被我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，嘿嘿，你喜欢就好。对了，快看看这个。他拉着我走到角落，掀开一块帆布，下面是几把崭新的消防服，刀锋在灯光下泛着寒光，防身用的。我爸的表情严肃起来，闺女，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新闻上天天说全球气候异常，万一真出事，咱们得能自保。我心中百感交集。老爸有着野兽般敏锐的直觉，爸，你说的对。我拿起一把消防斧掂了掂，我们必须有自保的能力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快递小哥。你好，是张女士吗？您的快递到了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跟我爸对视一眼，都兴奋不已。新装备到了，我们像2只勤劳的蚂蚁，一趟又一趟把快递搬进地下室。防刺服、强光手电、望远镜，还有我特意买的10几箱高纯度工业酒精和大量的棉花。我爸疑惑地看着这些东西，买这么多酒精干嘛？消毒也用不了这么多啊！我神秘一笑，爸，这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高温末世。最怕的除了缺水，就是无处不在的火灾隐患。必要时，这些能帮助我们御敌。正当我们把最后一箱物资搬进屋时，隔壁王阿姨探出头：“老张，你这是发财了，每天买这么多东西，不知道还以为你们要打仗呢。”她语气酸溜溜，眼神却不住地往我们搬的箱子上瞟。我爸憨厚地笑：“闺女回来了，给她置办点东西。”王阿姨撇了撇嘴，说完我们不再理会她，关上了门。门外传来王阿姨不屑的哼声：“哼。”爸，把电焊机拿出来吧。我眼神坚定，把门焊死。刺眼的浮光在门口亮起，火花四溅。隔壁的王阿姨听到声音，隔着院墙大喊：“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”我爸门里专心干活，我走到院墙边喊道：“不好意思，防盗门坏了，加固一下，很快就好。”门都焊死了，你们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王阿姨不依不饶。我笑了，就是觉得最近不太平。还是待在家里安全。不太平，我看是你们脑子不太平。我懒得再理，转身回屋。1小时后，大门被彻底焊死。我爸又用同样的方法，将1楼所有窗户都用钢板封起来。闺女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我爸有些不确定地问。不夸张。我拿出一部卫星电话递给他。爸，从现在开始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对外联络工具。记住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都别开门。我爸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明天就是末世降临的日子，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，就各自回房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热醒的。打开手机，天气预报软件已经崩溃。新闻紧急播报：100年一遇，全球性极端高温来袭，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，已超过50摄氏度。全市电力系统因超负荷运转已瘫痪。供水系统随时可能中断，屋里的空调已经停止运转，只有一台连着发电机的风扇在呼呼吹着热风。我爸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墙上的温度计，脸色凝重。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叫喊声和拍门声。老张，开门啊！是王阿姨的声音。借我们一点水吧，求求你了。接着是更多邻居的声音。我爸站起身，脸上露出不忍。我按住他，摇了摇头。末世里最不能当圣母。突然一声巨响传来，有人在撞门。我通过猫眼向外看去，是王阿姨的儿子，举着把铁锤一下又一下狠狠砸着门。重重加固过的大门纹丝不动，只发出沉闷的响声。王阿姨在一旁给他鼓劲，儿子加把劲。周围的邻居也跟着起哄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挤进人群，是林峰。他夺过铁锤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砸向大门。他一边砸一边疯狂地嘶吼着：“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？我告诉你，等我进去了，我一定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透过猫眼，我能看到他那张愤怒和嫉妒的脸。我笑了。我走到地下室入口，拿起对讲机：“爸，还记得我买的那些工业酒精吗？”对讲机那头传来我爸沉稳的声音：“记得，都准备好了。”我握着对讲机，听着老爸沉稳的回应。指尖在地下室的控制面板上快速划过，屋顶的消防水泡早已装满掺了工业酒精的水，这是我昨晚连夜调试的。酒精挥发性强，遇热会形成一层易燃的雾气，既能威慑敌人，又不会真的引发无法控制的火灾。爸，把通风口的百叶窗调到最大，让酒精味散出去一些。我对着对讲机轻声说，再把备用的强光手电都对准门口猫眼，他们一靠近就开。好嘞。老爸的声音带着一丝雀跃，完全没有被门外的砸门声影响。我躲在门后，
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林峰还在疯狂地砸着铁门，铁锤落下的每一声都震得门框嗡嗡作响，钢板上已经出现了几道浅浅的凹痕。王阿姨站在一旁，嗓子喊得嘶哑，还在不停煽动周围的邻居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老爸早把所有窗户都焊上了双层钢板，就连玻璃都是特制的防弹款。这些攻击不过是徒劳。差不多了，我看着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消防水泡的开关。瞬间，带着浓烈酒精味的水流喷涌而出，精准地浇在门口的人群身上。王阿姨第一个尖叫起来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好难闻！我的皮肤好疼！”人群瞬间乱作一团，纷纷后退。林峰也被浇了个正着，他抹了把脸上的水，闻到酒精味，脸色骤变。张淼，你疯了？你想烧死我们？我通过门口的扩音器喊话，声音清晰地传到外面。这是工业酒精，遇火就燃。你们再敢靠近，我就点燃它，到时候谁也别想好过。我爸囤了足足50箱酒精，够把整个院子都浇一遍。你们要是不怕死，就继续砸门。这话彻底镇住了所有人，他们闻着空气中越来越浓的酒精味，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。林峰的眼神阴鸷的能滴出水来，他死死地盯着铁门，像是要把它看穿。张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？张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？没有水，你们迟早也得完蛋，那也比被你这种小人害死强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？可惜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我爸早就把这里打造成了铜墙铁壁。林峰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没想到我会当众戳穿他的阴谋。周围的邻居也开始窃窃私语，看向林峰的眼神充满了怀疑。他们本来就是被林峰撺掇来的，现在见抢物资无望，还可能有生命危险，自然开始动摇。峰哥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？一个年轻邻居小声说，这酒精味太冲了，再待下去我怕会中毒。走。我们走了，去哪里找水？林峰怒吼道，可他的声音已经没了之前的底气。我看准时机，继续添火。各位邻居，我知道你们是被逼无奈，我可以给你们每人2瓶矿泉水，让你们撑到下一个幸存者聚集地，但前提是你们必须立刻离开，再也不要跟着林峰闹事。这话一出，人群彻底炸开了锅。王阿姨第一个冲出来，真的？你真的愿意给我们水？当然，我对着扩音器说，但我只给真心想离开的人。林峰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，想都别想。邻居们立刻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指责林峰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就是，赶紧走，别连累我们。林峰看着瞬间倒戈的人群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知道再待下去只会众叛亲离，只能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铁门，转身就走。张淼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慢走不送。我对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，然后让老爸把准备好的矿泉水搬到门口，隔着门缝递出去。邻居们拿到水，一个个如获至宝，匆匆道谢后就赶紧离开了。王阿姨临走时还想多要2瓶，被我冷冷地拒绝了。做人要知足，这2瓶水够你走2天了。看着监控里渐渐散去的人群，老爸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的汗。闺女儿，这招真管用，你爸我囤的酒精总算没白费。我关掉对讲机，走到监控屏幕前，调出小区外围的画面。林峰心术不正，肯定会找更多人来报复，我们得赶紧加固防御，还得清点一下物资消耗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和老爸把地下室的备用钢板都搬了出来，沿着院墙砌了一道1米高的防护栏，上面还焊上了尖锐的钢筋。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被老爸加装了防盗网，避免被人破坏。地下室的通风口也换成了更细密的金属网，防止有人从管道里钻进来。期间，我让老爸出去侦查了一次，他穿着防刺服，戴着防晒面罩，回来时带回了一个坏消息：林峰果然找到了一个幸存者团伙，领头的是个满脸刀疤的男人，手里有2把猎枪和不少自制炸药。他们现在躲在小区对面的废弃超市里，
大概有20多个人。我看到他们在改装车辆，估计是想用车撞开我们的大门。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20多个人，还有猎枪和炸药，老爸囤的弩箭和消防斧根本不够看。爸，我们的汽油还剩多少？我突然问。汽油还有45升，柴油32升，都在地下室的防火储藏室里。老爸立刻回答：够了。我眼睛一亮，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们可以用汽油设置陷阱，再利用他们的贪婪让他们内讧。老爸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我笑着解释：你还记得地下室那些过期的罐头吗？我们把罐头打开，里面装上汽油和易燃物，做成简易的燃烧弹，再把一些没过期的压缩饼干和矿泉水放在院子里显眼的位置，故意露出破绽，让他们以为我们防御松懈，想趁机抢物资。等他们冲进院子，就会触发我们设置的陷阱。燃烧弹爆炸后，汽油会形成火墙，把他们困在里面。我顿了顿，继续说，而且刀疤脸和林峰本来就是互相利用，只要我们制造机会，让他们误以为对方想独吞物资，他们肯定会内讧。老爸听完，拍着大腿叫好：闺女儿，你这脑子太灵光了，跟你爸我年轻时一样。说干就干，我们立刻行动起来。说干就干，我们立刻行动起来。我负责制作燃烧弹，把过期的午餐肉罐头打开，倒掉里面的肉，装上汽油和碎布，再用蜡密封好。老爸则负责在院子里布置诱饵，把几箱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堆在院子中央，周围撒上一些碎石子，看似随意，实则暗藏机关。只要有人踩到碎石子下面的压力传感器，屋顶的消防水炮就会立刻启动，同时点燃燃烧弹。布置好一切时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室外温度降到了42摄氏度，这是一天中相对凉爽的时候，也是林峰他们最有可能发动攻击的时间。我和老爸躲在地下室的监控室里，紧盯着屏幕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10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就从小区门口冲了进来，直奔我们的堡垒。车身上站满了手持武器的幸存者。刀疤脸和林峰坐在第一辆车上，眼神凶狠。兄弟们，冲进去，里面的物资都是我们的。刀疤脸拿着扩音器大喊，声音粗哑难听。车队很快就冲到了院子门口，看到中央堆积的物资，所有人都眼睛发亮，完全没注意到周围的陷阱。刀疤脸一挥手，众人立刻跳下车，朝着物资冲过去。就是现在，我大喊一声，按下了陷阱开关，瞬间屋顶的消防水炮喷出带着酒精的水流，同时院子里的燃烧弹被点燃，砰的一声炸开，汽油瞬间蔓延开来，形成一道熊熊燃烧的火墙，把冲在前面的几个人困在了里面。不好，有陷阱！刀疤脸怒吼一声，想要后退，却发现后面的车辆已经被火墙挡住，进退两难。林峰也懵了，他没想到我们会设置这么狠的陷阱。他偷偷看向刀疤脸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算计。他知道现在已经不可能拿到物资了，不如趁乱逃走。我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对着扩音器大喊：刀疤脸，你以为林峰是真心跟你合作吗？他刚才偷偷给我发消息，说只要你死了，他就把物资分给我一半。听到我的话，刀疤脸立刻转头看向林峰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，是他挑拨离间。林峰急得跳脚，连忙解释。刀疤脸拔出腰间的猎枪，对准林峰。当初你找到我说里面有足够我们所有人活1年的物资，你根本就是在骗我。里面真的有很多物资。林峰吓得连连后退，是张淼太狡猾了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一定能冲进去。不用想了，今天要么你死，要么我活。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他们的手下见状也互相攻击起来。院子里顿时一片混乱，枪声、惨叫声、咒骂声交织在一起，与燃烧弹的噼啪声形成了一曲末世的悲歌。我和老爸都松了口气。老爸拿起旁边的消防斧，闺女儿，我们要不要出去帮帮他们？不用。我摇了摇头，眼神坚定。他们选择用暴力抢夺别人的劳动成果，就该承担相应的后果。
我们就这么静静地看着，直到院子里的枪声渐渐平息。刀疤脸和林峰两败俱伤，都倒在了血泊里。他们的手下要么死了，要么趁机逃走了，只留下一片狼藉的院子和燃烧殆尽的火墙。我和老爸等到天亮，确认外面没有危险后，才打开铁门走了出去。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和血腥味，让人作呕。林峰躺在地上，眼睛里充满了不甘。为什么？我蹲下身看着他，因为你只看到了物资的珍贵，却忘了人心的重要。我爸囤的不是物资，是对我的爱和责任，而你眼里只有贪婪和自私，这样的人永远赢不了。林峰最终头一歪，没了气息。处理完院子里的尸体，我和老爸回到了堡垒。连续几天的高强度戒备让我们都疲惫不堪，但看着满地下室的物资，看着身边安然无恙的老爸，我心里充满了踏实感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高温依旧肆虐，室外温度最高达到了63摄氏度，城市里的幸存者越来越少。我和老爸很少出门，只是偶尔在深夜温度稍低时，出去检查一下太阳能设备和防御工事。这天，老爸出去侦查时，带回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北方200公里外有一个大型幸存者基地，由官方接管，那里有充足的物资、医疗设备和降温系统，很多幸存者都在往那里赶。闺女，我们也去吧。老爸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期待。待在这里虽然安全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到了基地，我们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。我看着监控里空荡荡的小区，又看了看满地下室的物资，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们去基地。出发前，我们把最重要的物资装到了老爸的越野车上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充满回忆的堡垒。越野车缓缓驶出小区，我驾驶着车辆，老爸坐在副驾驶，手里还紧紧抱着几瓶我最爱喝的矿泉水。沿途的景象依旧惨烈，路面开裂，废弃的车辆随处可见，偶尔能看到几个奄奄一息的幸存者，但我们无能为力。末世里，当圣母只有死路一条。一路上，我们遇到了不少危险，有失控的变异动物，有试图抢劫的零散幸存者，还有因高温引发的山体滑坡。但凭借着老爸囤的充足物资，我们都化险为夷。行驶了2天2夜后，我们终于看到了幸存者基地的轮廓。看到基地的那一刻，我和老爸都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进入基地后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全球的高温天气已经开始逐渐缓解，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彻底解决高温的办法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正常。我和老爸把多余的物资捐给了基地，我们知道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只有大家互帮互助，才能共同度过难关。老爸因为囤货经验丰富，还被基地邀请去指导物资管理工作。这天傍晚，我和老爸坐在基地的广场上，看着远处的夕阳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，没有了末世的灼热，只有久违的平静。爸，谢谢你，